兰香不怕，哥来了，哥带你回家。哥哥，大猫跑了吗？不行，这身体太废了，别说保护妹妹，走回村子都费劲。这就是灵泉，这简直是洗精伐骨的神药。抓稳了，哥带你回家吃肉。孩子爹，你慢着点儿，这腰不能乱动啊！我不动，孩子谁去接？兰香才8岁，这天黑了，雪这么大，要是遇到少平那孩子也是，平时闷不作声的，怎么还没把兰香领回来？爸妈，我带兰香回来了。你这孩子怎么才回来？吓死你娘了！爸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在山里遇到了个老猎户，学了2手，还捡了点好东西。爸，这是我在山里接的水，专治跌打损伤，你喝了它腰就好了。什么水？少平，你是不是在山里冻糊涂了？说胡话了，别信那些个没影的事儿。你爹这腰是老毛病了，得去县医院瞧。妈，县医院要钱，咱家有吗？爸，你就当它是口普通山泉水喝了，总比不喝强。你喝完我还有事要做。寿平说的对，总比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拖累你们强。就算是毒药我也认了。咋了？是不是喝坏肚子了？不疼了，那股劲儿没了，腰里热乎乎的，跟揣了个小火炉一样。老天爷啊！就这儿，进去看看。小点声，听说孙萍萍今天弄了好东西，今天必须弄到手。3位大半夜不睡觉来我家后院，是想给我家送年货吗？你个小兔崽子，没睡着正好，把你今天从山上弄来的好东西交出来，不然老子今天打断你的腿！孙爷，我错了，我就是路过，我喝多了路过。想对我妹妹下手也是路过。我该死，我不是人。孙爷，您饶了我这条命吧。饶了你也行，不过既然你这张嘴管不住，以后就别用了吧。少平，你这肉是哪儿来的？哥哥，糖甜，而且肉肉香香的。等会儿就能吃了，吃了肉，兰香就能长高高。为了这份宁静不被打碎，首先要治好父亲的腰，其次要去是把豹皮出手，最重要的是给兰香找一个真正的老师，不再让她在这个荒僻的山村里凋零。对了，我刚才在空间里翻找时，发现之前那个狙击瞄准竟然也在，甚至还有几发特殊的麻醉弹。在这个年代，拥有跨时代的武器和空间，我就是这片山林的王。少平，山上雪滑，早点回来。要不要这么倒霉？巨蟒就算了，
熊瞎子又是哪儿来的？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兰香饿了吧？今天我来给你做饭。我在家呢，一个大男人怎么做饭？传出去别人还不笑死咱们。兰香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哇，哥哥，这是什么？这叫血壶，给你当玩伴呢。妈，我记得大队里是可以接炭的，只是第2年用工缝还上就行。大队不借给我们。没事儿，爸妈，我来想办法。咱们先吃饭。好香啊，兰香就多吃点。这些竹子是快到过年的时候拉到集市上卖的，到时候1根就能卖5张毛票的。那个妈，你别抹眼泪了，这些竹子都是用来编织蟹笼的，到时候抓来蟹和鱼就可以拿来换钱，也可以留下自己吃。爸现在身体不好，还是要加强营养的。这些蟹和鱼都是你昨天晚上下的蟹笼抓来的？没错，我看村民都没有抓的，这么好的资源一点都没利用上。这是礁石蟹，拿到县城能卖2毛钱呢。呀，这么多吗？这样的大礁石蟹还有几10个，岂不是说能卖好几块钱呢？您放心，往后这个家我扛着，钱的事儿你们啥也别愁。我今天出门一趟，估计晚点回，您记得把鱼和蟹炖了吃。兄弟，这脑子里有点沉啊！这一片地界我熟，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给哥哥长长眼。滚！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今儿这篓子我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，别是你小子从哪儿偷来的公家财物。爷，误会，我眼拙，冒犯了真神。3秒钟消失。进来喝杯茶。鄙人赵六，在这行当里混口饭吃。小兄弟刚才露那一手是练家子，你这篓子里的东西要是想出，我是最好的下家。小兄弟，这东西你怎么来的？别问出处，只谈价钱，3000，外加自行车、缝纫旗票各1张。钱我要，票我也要，但我还要一样东西。你说？我要县里最好的骨科医生，带上药和一切跟我回一趟大清村，能办到吗？有情有义，这是我赵六包了。县医院的老院长是我过命的交情，我这就让人去请。这个算是我请医生的定金。事业山参5品叶，这起码也是100年的老参啊！你这是把长白山的神仙洞给掏了吗？钱货2清，人我带走。小兄弟，家里出啥事儿了？看你急成这样。有人趁我不在欺负我家里人。小伙子，你这带刀干啥？咱们不是去看病的吗？砍柴，开快点。孙玉厚，别他妈装死！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来，这房子我就给你扒了。王老虎，那钱明明只有50块，你怎么能说是500？你这是抢劫！利滚利，懂不懂？再说了，要怪就怪你那个短命鬼儿子，谁让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我看你也别挣扎了，钱还不上也行，把你家这丫头给我带走。你敢？给我拦住那小的，大的那个拖走。我不许你们碰我闺女！滚一边去！我看谁敢动我孙家人一根手指头！妈，没事了。少平，你没伤着吧？你这是干啥？会出人命的。妈，有些人不让他见血，他是不会长记性的。可你也不能拿命去拼啊！你要是出点啥事儿，叫娘怎么活？放心，你儿子命硬，以后这个家由我来扛。少平，
你一个人在外头吃了不少苦吧？没有的事，就是运气好，遇到了贵人。啥贵人？一个老猎人教了我不少本事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咱家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好，妈信你。你长大了，能撑起这个家了。哥哥，那个坏蛋还会来吗？不会了，有哥哥在，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哥哥不在家的时候，那个坏蛋就来过好多次了，每次都要钱，妈妈不给他，他就骂人，还砸东西。他来过几次？好几次了，上次还把咱家的水缸砸了，爸爸气得在床上直捶墙。以后不会了。你别过来，孙正平，我告诉你，我舅舅是乡里的啊！不敢了，孙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欠条呢？500块，我家不欠你钱，是你欠我家的。你打伤我爸，惊吓我妈，还想动我妹妹，这笔账你说该怎么算？我还，我赔钱。孙爷，您说个数，我砸锅卖铁也赔给您。吃了它，我让你吃了它！从今天起，谁再敢上我孙家门前说三道四，动我家人一根汗毛，王老虎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那个小同志，我是县医院的骨科主任，姓张，请问刚才那段是加戏吗？张院长，不好意思，家里来了几只苍蝇，让您见笑了。我爹就在屋里，麻烦您了。你这年轻人下手真狠啊！不过那帮人是该收拾，这要是晚回来一步，你娘和你妹妹可就遭殃了。你家里有病人，还摊上这种恶霸，这日子不容易啊。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他们受欺负了。大哥，辛苦你再等一会儿，等院长看完病，还得麻烦你送一程。没事儿，你忙你的。这村里头的事儿我看多了，像你这么硬气的年轻人不多见。往后在这地界上有你罩着，你家里人吃不了亏。那见您吉言了。奇怪，真是奇怪。从脉象和气色看，这不像是瘫痪了半年的病人啊。虽然腰椎有旧伤，但好像有一股气在里头护着，正在慢慢恢复。小同志，你给他用过什么偏方？就喝了一口，腰里跟揣了个小太阳似的，热乎乎的，当时就能坐起来了。爸，张院长，您别听我爸瞎说，就是山里的一点草药。您是专家，还得您来治。院长，您一定得给我家大海看看，他这大半年可遭老罪了，夜里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有时候疼得很了，整宿的哼，我都怕他扛不住。这方圆几十里，谁不知道您张院长是骨科圣手？您可得救救他这条命啊！大嫂放心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尽最大努力。我这辈见过的骨伤病人，没有1000也有800，就没见过哪个瘫了半年还能有这种恢复迹象的。你们孙家这运气是好兆头。老哥，疼就说出来，别忍着。不疼，比瘫在炕上半点不能动那会儿，这点疼算个屁。能感觉到疼，说明我还没废。好，有这股劲儿，恢复就快了。医学奇迹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！小同志，你到底给你父亲用了什么药？这已经不是偏方能解释的了。我行医30年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你父亲的腰部神经明显已经有了恢复的迹象，这在医学教科书上根本不可能。张院长，没什么药，是我以前在山里遇到了个老猎户，他传给我一个方子，我一直没当回事。这次回来看着我爸这样，就把剩下最后那么一点全给他灌下去了。原来如此，高手在民间，古人诚不谦我啊。骨头错位和经络堵塞还需要慢慢调理。我今天先给他做个正骨复位，再开几副活血化瘀的方子，不出1个月，下地走路不成问题。听见没有？院长说了，我能下地，我孙玉厚又能站起来了。翠兰，你哭啥？该笑啊！我这不是高兴吗？我们家总算是好了，咱家就有盼头了。哥哥，爸爸真的能走路了吗？真的能，到时候让他背着你满村跑。太好了，那爸爸背我，哥哥也背我。张院长，您大老远跑一趟，又是受惊吓，又是费心力，我们家也没什么好东西能谢您。这是我从山里挖的一点土产，您带回去泡酒也好，炖汤也罢，就当是我这个做晚辈的一点心意。六品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张院长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人活着家在比什么都重要。不瞒您说，我今天请您来，除了给我爹看病，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您也看到了，这房子4处漏风，眼看冬天越来越冷，我怕我爹和我妹扛不住，我想开春前把房子翻了，盖个结实的砖房。
可我听说县砖瓦厂的红砖现在都得凭批条才能买。盖房是好事啊，缺钱？钱我有一些，但是我一个农村小子，没人没路子，批条不好弄。好小子，有魄力有孝心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儿？那砖瓦厂的厂长是我老战友，我一句话的事儿，我让他给你送过来，个电话过去，他敢不给面子？你放心，别说一个批条，你要多少砖，我让他给你送多少砖。正好，我们医院后勤那辆解放卡车明天要去县里拉煤，我让他们先拐去砖瓦厂，给你把砖拉过来，省得你自己想办法运了。那就多谢张大哥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小林，以后再有这种土产，别找赵六那只老狐狸了，直接来找我。孩儿他娘，你别按我，我真的感觉有劲儿了，不信你扶我试试。你给我老实躺着。院长说了要慢慢来，你想把刚长好的骨头又弄折了？妈，这是我卖了山货换的，来路干净。明天我就去找人把院墙修了，然后开始备料，咱们盖新房，盖全村最气派的红砖大瓦房。少卿，这钱真都拿去盖房？咱家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妈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咱家住上暖和结实的大房子比什么都强。可你以后娶媳妇儿也得用钱啊。娶媳妇儿的事儿还早着呢，先把家里安顿好再说。听儿子的，咱孙家翻身了，就得让人看看。年前把房子立起来，咱也过个好年。爸，您少说两句，躺好了养伤要紧。您这腰可是咱家的顶梁柱，张院长说了，得慢慢养，别一激动又伤着了。没事儿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这孩子操心的事儿比你爹还多。我儿子那是随了我，能干。拉倒吧你，看了半年的人还好意思说？嘿，你这婆娘！哥哥，新房子会有不漏风的窗户吗？当然有，不但有不漏风的玻璃窗，我们还要铺上平平正正的水泥地，让你冬天在屋里跑再也不会弄一脚泥。我还要给你留一个最大最亮的房间，墙刷的白白的，再给你做一张谁都没见过的好看小床，就叫公主房。公主房？真的吗？那窗台上能摆花吗？能，摆一盆你最爱的野菊花。太好了！这是哥哥今天运气好碰上的，特意留给你。以后在新房子盖好之前，就让他先替哥哥给你暖暖手，好不好？哇，好漂亮的小白狗！这是狐狸，不是狗。不过你放心，它乖得很，不会咬人。狐狸不是会偷鸡吃吗？咱家的老母鸡咋办？这只不一样，它从小就在山里喝露水长大，不吃鸡，而且它特别聪明，能看家护院。真的吗？比我养的大黄还厉害。比大黄厉害多了。以后雪秋替你守着新房子，保管连一只老鼠都进不来。它蹭我了，哥哥你看，它蹭我了，它肯定也喜欢我。那是当然，因为你是它的小主人啊。少平，这狐狸能养吗？别把咱家的鸡给叼走了。妈，它吃不了多少，而且这小家伙有灵性，能看家。哥哥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浑身雪白，就叫小白吧。小白，好土啊。那你说叫啥？叫雪球，它圆滚滚的，像个雪球。行，你说雪球就雪球。嘿，这玩意儿稀罕，咱家以后不光盖新房，还养上白狐了，这日子真跟做梦一样。可不是嘛，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，咱家还能住上砖房，还能养上这些稀罕玩意儿。妈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等新房子盖好了，我再给您买台缝纫机，再买个收音机让您听听戏。哎呦，缝纫机那玩意儿老贵了，咱可买不起。买得起，您儿子现在有这个本事。好，妈等着。咋了？底下有东西，硬得很，我这虎口都快震裂了。该不会是挖着石头了吧？不像，那声音听着就不对劲儿，跟敲在铁上似的。哇，小心点！这是啥玩意儿？我听我爷爷说过，咱孙家这块地往前倒180年前住的是个前清旗人老财主，后来跑关外去了，莫不是他埋下的？天老爷，那这罐子里装的是啥？这还用问？乱世藏金，盛世藏古董，这里头怕是了不得的东西啊！可别乱说。我爷爷在世的时候说过，那老财主跑路前雇了人，在院子里挖了好几个大坑，埋了好几个大坛子，当时还有人看见了的，没准就是这些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挖出来没有？没有。后来兵荒马乱的，那老财主一走就再没回来过，这事儿就没人提了。谁能想到，这都100-800年了，还真让孙家窝挖出来了。我的个娘嘞！那这里头装的该不会是……别乱说，还没开呢，谁知道是啥？少平，我是不是刨出大麻烦了？没事儿，铁柱叔，你干活卖力才有这发现，是好事儿。真的是好事儿，我怕给你惹祸啊。放心，有我在。金子，
是金条，挖到宝了！孙少平家挖到地主老财埋的金条了！快离远点儿！王二狗那是要把孙家往死里整啊！他这一嚷嚷，全村人都知道了，不交也得交。我们都看见了陶罐，万一被拉去审问，说我们同谋。少平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铁柱说不怪你，可王二狗已经去喊人了，这要是村支书来了，少平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我昨晚就该多烧几炷香。铁柱叔，你怕什么？我能不怕吗？我们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可不能进去啊！铁柱叔，把东西给我。少平，这罐子，给我。我看是哪位老祖宗藏的腌菜疙瘩吧？都别慌，这土腥味重的，我看8成是腌咸菜的老坛子。前清老财主能留下啥好东西？要是真有金条，早就带跑了，还能留到现在等着咱们挖？少卿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看这封口的蜡都发黑了，要是真金白银，哪会用这种方法？再说了，老财主跑关外那么远，不把值钱东西带上，埋地里干嘛？那不是傻吗？也有道理。那老财主要是真有钱，讨路肯定会带走的。可不是嘛！要是金子挖出来，肯定沉得很。你听这声音，咔嚓嚓嚓，就是石头嘛。对，我听着也像石头。孙少平，王二狗举报你挖出了地下的埋藏物，国家的政策你懂不懂？凡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无主财物都属于国家，赶紧把东西交上来。就是那个，我亲眼看见了，光都从缝里冒出来了，是金子，满满一罐子金条。李书记，你是没看见那道金光啊，黄蹭蹭的，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，绝对是金条，少说也有几十斤。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1000个10000个清楚，那金光就在那裂缝里头亮闪闪的。我要是骗你，我是你孙子。李书记，我王二宝虽然平时不着调，可这种大事能乱说吗？真的是金条，你要相信我呀。王二狗，你那双眼睛什么时候好使过？这次真的没看错。少平，他们这是要干啥？妈，没事，您带兰陵先进屋去。可是他们带着民兵啊，手里还有家伙。真的没事，您信我。哥，兰香乖，跟妈妈进去，等会儿哥哥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可是那些坏人……不怕，有哥哥在呢，谁也欺负不了你们。李叔，你说的对，国家的财产谁也不能私吞。不过在交工之前，总得让大家伙开开眼，看看这罐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金条吧。李叔，您是咱村的当家人，这开棺验宝的事儿还得您来，免得我一个毛头小子动手，说我搞了什么手脚，到时候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你小子还算识相。那当然，李叔您是长辈，又是村支书，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您来，让谁来？乡亲们说是不是？李叔来开这个罐，大伙儿看得清楚，我也落得清白。对，让李书记来开。孙少平说的在理，他自己开，万一真有什么猫腻，说不清。李书记动手，大伙儿都看着，最公平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替你主持这个公道。拿锤子来。李书记，要不要多叫几个人来看着？金条，金条来了！金条，这就是王二狗说的金条，笑死我了！这不就是咱以前盖房子垫墙角用的破烂玩意儿吗？王二狗这是想钱想疯了吧？眼睛都干出毛病了。他说金光，我咋看着就一堆黑石头呢？还金光呢？我看他是饿得眼睛冒金星了。大中午的，太阳晃一下就当是金条了。王二狗，你这眼力劲儿可真行，平时偷鸡摸狗的倒是眼尖，正事上就瞎了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看到了，是金光，金光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变成石头？我亲眼看见那道黄光从裂缝里透出来的，金灿灿的，和金子一个颜色。你换掉了，一定是你！刚才你把罐子接过去的时候做了什么手脚？王二狗，这就是你说的金条？为了这点破烂，你煽动大伙评工，还把李书记都惊动了。我这房子一天光工签就得发出去几10块，耽误了工期，这个损失你说怎么算？你换掉了，一定是你！刚才你把罐子接过去的时候做了手脚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那绝对不是这些破烂。我做了手脚，这罐子李书记亲自砸的，大伙儿都亲眼看见了。你是说我当着李书记和几10号人的面把金条变没了？就是，王二狗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孙少平接罐子就一眨眼的功夫，能干啥手脚？他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不可能在金条上画个符变成石头吧？他肯定有什么妖法。那罐子本来就有光的，你们也看见了吧？那光就是从裂缝里出来的。行了，王二狗，你编故事也编得像样点儿。大白天的哪来的光？我看是你蹲墙根蹲得太久，脑壳晒昏了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那光是真的，
光是真的，那你倒是说说，金条呢？被你吃了？乡亲们都说说，他这算不算诽谤？算不算破坏生产秩序？算。这王二狗平时就不干人事儿，光知道祸害乡里。关起来，让他长长记性。3天都算轻的，我看最少关他1个礼拜。把他给我绑起来。李叔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看见了，你相信我呀，李叔。闭嘴！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李书记，我真的没骗你，那罐子里本来真的是金条。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。来人，把他压下去！扰乱生产秩序，造谣生事，破坏村民团结，关他3天禁闭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孙少平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找到证据。李叔，你也别生气，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。大伙还等着开工呢，抽根烟消消气儿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这还冤枉你了。您这话就见外了。您是公事公办，又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。再说了，要不是您明察秋毫，我这工地还不知道要乱成啥样。你这孩子倒是会说话。应该的，您拿着。这一趟跑的也是累着了，歇歇脚。都看什么看？赶紧干活！孙少平家盖新房是好事儿，谁再敢在背后嚼舌根是你们的下场。好嘞，李书记，您放心，我们这就干。干活干活，都别磨蹭了。李书记，您慢走。哎，你们说，孙少平这小子刚才那场面，换了我腿早就软了。可不是嘛？你看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这小子不简单，一看就是个干大事的料。那可不，能跟县医院院长攀上关系的，能是普通人？我看啊，咱大兴村以后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。那还用说？从今天起，孙家的活我铁定好好干，指不定以后还能跟着沾光呢。好家伙，整整20根大黄鱼，200两黄金。王二狗啊，王二狗，你眼红也没用，这玩意儿这辈子你是见不着了。有了这笔钱，开春就能干大事了。买个拖拉机，再承包几亩地，把咱大兴村弄成第一个种粮大户。好家伙，真沉！后悔还来得及，现在滚回去睡回笼觉，叔就当没你这回事。李叔，借您的枪用用。你当那是烧火棍？那是能在100米外打穿野猪脑壳的快枪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你小子就算打架有把子力气，肩膀头子能扛住那后坐力？能。看到没？熊瞎子300多斤，去年冬天下的山，一巴掌拍塌了老王家半扇墙。要不是我这杆老枪，半个村子都得被他祸害了。是挺大的。你孤狼最是狡猾，跟在你屁股后面几天几夜，专等你累了乏了，一口咬断你喉咙。你小子倒好，一句是挺大的就完了。李叔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怕我出事。你还知道？这样，明天天亮，您带我进山转一圈，就当是带晚辈见识见识。如果不遇上野兽，我回来二话不说，这辈子绝不再提借枪的事儿。如果遇上了，您别动手，就在旁边看着。我要是拖了您半点后腿，皱一下眉头，这条命您随时拿去。行，明早5点，村口老槐树下，过时不候。行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真到了山里被吓尿了裤子，可别怪叔当着全村人的面笑话你。您放心，我的裤子结实。你以前练过？练过一点儿。一点儿？练的啥？跑步。停，运气不错，是狍子。看这蹄儿还不止一只。等一下。等什么？再等天亮透了，东西都跑没影了。李叔，这不是狍子。你一个娃娃，还能比我老猎手懂？狍子脚轻，跑起来是跳着走，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子，而且有血腥味。我这没事，李叔，谁还没个看走眼的时候？你这小子是在笑话我？不敢，你刚才那表情明明就是在笑话我。真没有。追，一头畜生，还能翻了天！你跟在我后面，别出声。李叔，又咋了？枪的保险还关着。我说少平，你咋啥都知道？你爹教你的？我爹就会种地。那你这本事哪儿学的？书上看的。书上？哪本书教你看蹄儿认野猪？10万个为什么？你小子嘴里就没一句实话。李叔，您走那么快干啥？万一那野猪突然从哪个旮旯窜出来，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你管我呢？老子走了几10年山路，还能不如你一个娃娃？可您刚把狍子的蹄印认成野猪了。那是个意外。行，意外。那您能不能走慢点，让我表现一下？我可是说了，您就在旁边看着。别说话。我就是想说，您的手在抖。我。
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？我说了，跑步，跑步能把野猪跑死，你当老子傻？那我换个说法，我当过兵。你才多大就当过兵？退伍了。什么兵种退伍能把你练成这样？炊事班。炊事班？对，我们炊事班养猪。你认真的？您猜？猜个屁！炊事班养猪能把猪要你一刀捅死它，你小子鬼话连篇。李叔，您别管我哪儿学的，反正野猪是死了，您就说这肉香不香吧？香？不对，这不是香不香的问题。你小子今天不跟我说实话，这肉老子吃不下。那您就别吃了，我扛回去自个儿吃。你敢？这猪我也有份儿。您有啥份儿？您不是就在旁边看着吗？我那是给你压阵，我站那儿就是气势，那叫威慑力。行，威慑力。那等会儿您帮忙抬下山，分您一条野猪腿。3条，1条，2条，不能再少了。1条半，成交。大兴村的爷们儿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老子抄上家伙，上山，都带上杠子和粗麻绳，上山抬肉。肉？啥肉？我的老天爷，李书记这是打着大家伙了！老天爷呀，这是猪王啊！叔，您烟袋掉了。我现在哪有心情管烟袋？这玩意儿是你打的？算是吧。算是。叔，您别激动，这猪再大也不过是一堆肉，等会儿您多分2斤回去炖了吃。2斤？这玩意儿300多斤，你就给我2斤？那您想要多少？起码得给我一整个后腿。行，您拿得动就拿。2枪，枪枪爆头。你们知道最绝的是什么吗？他说他是炊事班的，你们信吗？对，他说他们炊事班养猪。少平，你真是炊事班的？炊事班养猪能把你练成这身手？我们那儿经常有野猪下山偷吃的，追着追着就练出来了。没事儿，就是以后再也不敢惹孙家了。你不是前几天还说要收拾孙少平吗？我那不是喝了酒说的胡话吗？你别害我。今天见着的都有份儿，每家2斤肉，拿回去给孩子解解馋。剩下的今晚都喝到我家的肉，敞开了造。少平敞亮，孙少平兄弟举起。少平，妈，没事。妈不要肉，妈啥都不要。妈，只要你活着，以后咱不去了，行不？我跟您立个军令状，我再去一次，就在山口附近转转，打几只兔子就回来，天黑之前一定到家。真就在附近转转？就附近。不打野猪了？不打。那狍子呢？看到也不打。那你上次也说就在山口转转。妈，我保证，这次是真的。你拿啥保证？我拿我那杆猎枪保证，要是骗您，我就把枪还给李叔。那枪是李长贵的，你还不还跟他有啥关系？妈，您咋变聪明了？你少跟妈贫嘴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妈，您放心，我这条命是咱们家的，我不会拿它去赌。哥哥的肉最好吃，比过年还好吃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哥你也吃。哥吃过了。你骗人，你的碗还是满的。老子高兴，今天就是要喝。您高兴归高兴，这条腿还没好利索呢，大夫说了不能喝酒。一个小兔崽子，还管起你老子来了？我不管您，谁管您？少平，以后咱不去了行不？妈看着这肉，心里又高兴又害怕。妈，你信我吗？我能保护好自己，也能保护好你们。他以前哪会这些？打猎、剥皮、做陀螺，以前他就会种地打架。我不是嫌弃，我是害怕，怕他哪天回不来了。妇道人家瞎想啥呢？咱儿子有出息了，你反倒不踏实了。行了，儿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了，咱俩年纪大了，别给他拖后腿就成。妈，带兰香进屋。咋了？听话，进屋。妈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听话，明天再玩。看来今晚的客人还不止一个。行吧，自己送上门来，省得我明天再去找你们了。正好狼皮给兰香做披风，狼肉给咱家添道菜。不对，有东西。篱笆墙外头3团黑影，3头恶狼，绿油油的眼睛盯着院里那滩红血。爹，有狼，别出声。爹妈，起来下地窖。少平，狼真进村了。快了，别问，快走。我架着爹，你抱兰香。我的枪，把猎枪给我。枪声一响，全村的狼都得招来，下地窖。那你一个人怎么办？那可是狼，不是狗，3头狼。我知道是狼。爹，您先下去。你一个人能对付仨？能。你咋知道你能？因为我刚才说了能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这时候还跟老子抬杠！少琼，那你呢？你咋办？我没事儿，我说了算。妈，你先下接应爹，我不叫门，死都别出来。不管听见啥动静，都别出来。
少平，你答应妈一定好好的。我答应你，听话，快下去，没时间了。少平，实在不行你就跑，别跟畜生拼命。爹，哪有当爹的让儿子跑的？这不是废话，你是老孙家的根，跑了还能再回来。行，我听您的，打不过我就跑。一头。还有一头活着的，行吧，回去报个信儿也好。妈，我没事儿，出来吧。狼，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少平，这都是你干的？嗯，3头，2头死的，1头跑了。用手？用刀和枪。你还真不客气。我跟畜生客气什么？哥，我怕。傻丫头，怕啥？2张狼皮，回头给兰香缝个披风，冬天穿上雪地里打滚都不怕冷。那狼还会跑进来吗？不会了，跑掉那只已经吓破胆了，它不敢再来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胆子是铁打的吗？单手举枪一击毙命，你啥时候练的这手？之前练过。啥时候练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您睡着的时候。你放屁！爹，这事儿没完，今晚来了3头，明天就可能来一群，咱家这院墙得重新垒。少平，明天我就进山找硬木和石头回来。不行，今晚上刚出了这事儿，你还敢进山？妈，咱家这院墙跟纸糊的一样，你不想再经历一次昨晚上这种事儿吧？要是不去找些硬木和片石把墙垒起来，这日子谁睡得安稳？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那我也去。爹，您腿脚不方便，在家待着。我在家能干啥？看着兰香。看兰香是你妈的事儿。那我妈跟我进山，您一个人看家。你小子这是把我当废物了？不是废物，是重要后勤。哥，那狼皮披风真的不咬人吗？傻丫头，死都死了还怎么咬人？他以后就负责给你暖身子了。那它暖和吗？暖和，比棉袄还暖和。回头哥哥给你做件戴帽子的，冬天上学路上风吹不透。那哥你要早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知道了，小管家婆。少平，你别惯着他。我妹妹我不惯谁惯。爹，您先去睡吧，我和妈把面发生的事情处理完。我也留下来帮忙吧，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不行，您腿脚不方便，还是去休息吧。那好吧，我先去睡了。豹子，来，我陪你再玩玩。走好，不送。怎么，你也想来找死？我靠，还真能治。行吧，既然你赖上我了，那就跟我回去。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头，我家的日子不算好过，1天3顿稀的。你要是嫌肉少，趁早走，别到时候饿了肚子，把我家老母鸡给吞了，那我妈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你倒是挺会来事儿，不过我也得跟你说清楚，回去以后老实点，别在村里乱窜。我可不想天天给人赔母鸡钱，听见没？他婶子，你看那是啥？孙家那小子拖着小牛犊似的野猪，身后跟着一只花皮子。儿啊，快跑！你后面有花皮子！少平，你快跑啊！这玩意儿吃人的。妈，起来吧，地上凉，别怕，这玩意儿不咬人。花皮子，它不咬人，你骗谁呢？那玩意儿连老虎都敢咬。妈，你看他的眼神，像要吃人吗？这玩意儿是中邪了？不是中邪，是被我打服了。你打的？你一个人打的？算是吧，他跟野猪打架受了伤，我顺手救了他一把，他就赖上我了。救豹子，你咋不顺手把他打死？那肉不比野猪肉香？妈，您这思路转的也太快了，刚才还怕他吃了咱们，现在就开始惦记他的肉了。我这不是穷怕了吗？哥，好大的猫啊，这也是你抓回来的吗？兰香，你回来！这他娘的做梦呢！爹，不是梦。少平，这东西是豹子吧？金钱豹。我知道它是金钱豹，我是说它为啥不吃人？因为它不想吃人。豹子还有不想吃人的？这只就不想。我这辈子打了一辈子光棍儿，
儿子倒是比我有出息，连豹子都敢往家领。妈，你别怕，以后咱家不用盖太高墙了，有他在，别说狼，就是熊瞎子来了也得掂量掂量。那他吃啥？吃肉，咱家不是刚打了野猪吗？够他吃一阵子的。那野猪肉是给咱家人吃的。妈，有他在，以后想吃多少肉都有。他帮咱们看家护院，值这个价。少平，那2头猪也是你打的？力气大了点，技巧还行，就弄回来了。技巧还行？你管一刀捅穿野猪后颈叫技巧还行？妈，这块最好的里脊肉你拿去炒了，给兰香解解馋，剩下的我分一分，给村里各家送一点。少平，你这一去山里到底发生了啥？怎么出去一趟跟换了个人似的？妈，别瞎想，你儿子还是你儿子，就是想明白了，以后不能让咱家再受欺负了。看见没？孙家那丫头都敢摸花皮子脑袋！我的天爷，孙小平这是成仙了，一个人打2头野猪，还带回来1头豹子。以后谁还敢惹孙家，怕不是活腻歪了。各家各户，谁家想尝个鲜，过来拿一份野猪肉，就当我昨晚放枪炒了大家，赔个不是。少平，在前多穿点，山里风硬。妈，别老往屋顶上看，它又不咬你。我知道它不咬，但那是花皮子啊，那么大一只。你走了就留我跟你爹兰香跟他待1天，我这心……妈，你别怕，就是看看，他比你看看就行，别伸手。不伸手，绝对不伸手。有了这家伙，大兴村的门神是活的了，而且他会吃人。少平，肉卖出去了，全出了，价钱还不错。那么容易就卖了？黑市上那些人不坑人？他们也得有那个胆儿。修，明天就找人动工，把墙垒高点，垒厚点，墙头上插满碎瓦片和荆棘条。有这花皮子在，加上新墙，大兴村敢找咱家麻烦的人，恐怕得掂量掂量了。嘿嘿，哥，我给他起好名字了，叫花金子，好不好听？花金子，行，你说了算，他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一份子了。今晚的宵夜挺热情啊，干得好！走吧，回家。那边有什么？行，带路。要是你耍我，今晚咱爷俩就得重新谈谈君臣关系了。谁呀？妈，是我。妈，醒醒！妈，少平，快跑！院子里有怪物！妈，没事，手。你看，他们不咬人。妈，您出来看看，儿子今晚的收获。好孩子，我的好少平。妈，这条腿今晚就炖了，给您和爹补补身子，也给小妹解解馋。少平，你脸上的伤，看好这个家，看好我妈。天亮之前，除了我，谁敢硬闯这个院子，咬断她的腿。哟，这不是孙家少平吗？大半夜的提着啥好东西，这么香？哥几个大半夜饿得慌，兄弟，见者有份儿，分哥们一口呗。他娘的，这小子是去山里杀人放火了？谁呀？大半夜的奔丧呢？三爷，是我孙少平。你小子，你进了鬼地，你碰上了那窝灰家仙儿，能带着这身杀气回来，你是把那一带的狼崽子给平了。好酒，肉是好肉，酒是好酒。既然你把那一窝灰家仙都给端了，那你有没有在鬼地那片白桦林后面看见那个吃人的洞？叔，你这是喝多了说胡话呢。山里头哪有吃人的洞？最多也就是些熊瞎子窝。小子，你别跟我装糊涂，能从鬼地里活着出来，还能把那窝灰家仙给平了，你身上这股子煞气骗不了我这种在山里滚了一辈子的老家伙。你肯定看见了什么，对不对？叔，不瞒你说，我确实是远远瞅了一眼，就在那片白桦林的后面，有个黑黢黢的山洞口，离着老远都觉得往外冒寒气。
我当时刚跟狼崽子干完一架，身上有伤，看着那地方心里发毛，就没敢靠近。说那地方到底有啥说法？那还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有一天，村里突然来了好几辆吉普车，下来一帮穿着干部服的人，还带着几个挎着枪的兵。那是一支国家派来的地质勘探队，说是要进山找矿。在咱们这穷山沟里找矿？谁说不是嘛？那帮人仗着人多枪好，硬是自己闯了进去。结果呢，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河里，连个泡都没冒，人就这么没了，一个都没回来，一个都没。10天后，上面派人来找，发动了附近好几个村子的人，在山里搜了半个多月，最后也就在鬼地的谷口捡到了一只手。一只手？对，一只被啃得只剩下骨头茬子的断手。从那以后，鬼地那个地方就更邪乎了。村里的老人都说，那山里有守护神兽，叫白山神，长得像狼又像虎，专门吃闯进他地盘的外来人。我的乖乖，这么邪乎，连发的快枪都顶不住。所以我才问你小子看见什么了。你要是真撞见了那个洞，可千万别好奇往里钻，那地方邪门的很。我是为你好。叔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叔，你放心，白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去，我家里老娘还等着我养活呢，我可不想把命搭在那种地方。孙茂晴，你竟敢养野兽伤人！半夜3更手持利刃翻墙入室，这叫什么？入室抢劫！村长救我呀！孙少平他疯了，他养野兽吃人！孙少平，你赶紧让你家的畜生让开，这像什么话？王叔，你们只看到我家的狗咬了人，那他们半夜翻墙带着砍刀想干什么？哎，你俩说说，大半夜的翻我家的江墙是来拜年的？少平哥，我们是喝了点酒，走错了。走错门还带这玩意儿？你俩喝酒喝到猪脑子里去了？不是，是二狗子说你家今天进了好多肉，让我们来借点儿。借？带着刀来借肉？你们这借法够新鲜啊！王叔，我没去公社报官，是因为我家有护院的。怎么还要我给贼赔礼道歉？今天是我的护院嘴下留情，以后谁再敢踏进我家院子，小心咬断了喉咙。到时候别怪我孙平平没提醒过。孙少平，你惹上麻烦了。公社刚下的通知，县武章部要组织一支敢死队进山剿狼。你这打狼英雄的名头，怕是想躲也躲不掉了。让我去可以，但我的命我自己做主。进了山，谁也别想对我指手画脚。啥玩意儿？听他瞎指挥，怕是咋死的都不知道。就是一个嘴上没毛的黄口小儿来教训咱们。孙少平，你带一头畜生来干什么？王建国，立刻给我毙了他！小白，别这么大火气，吓着赵指导员了。人家城里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胆子小。立规矩，今天我先给你们上一课，什么叫枪法。孙英雄，一定枪法很厉害吧？来，露两手让我们开开眼。别告诉我，你这位打狼英雄连枪都不会端。赵指导员，你管这叫枪法？你说什么？你用这么好的枪打100米外的死靶子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进了山，闻到血腥味儿，你手还端得稳枪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弹道下坠吗？你知道狼在扑过来的时候该打哪个位置吗？你打过活的狼吗？水连炮，他脑子坏掉了，放着能连发的快枪不要，去选个拉大心。你们手里的冲锋枪打在狼身上就是个小窟窿，运气不好，一梭子30发打光了，那畜户还能回头咬断你的脖子。我这子弹只要打中了，能把一头狼的小半边身子直接轰烂。进了山，人归你管，衣食住行、扎营警备你说了算，但路归我管，走哪条路怎么打我说了算。好。脚印是散开的，覆盖了我们前方近100米的范围，而且脚印的间距忽大忽小，这不是赶路，是围猎。围猎？围谁？这方圆几十里就咱们这几十号人。我们以为是进山剿狼，可在狼的眼里，咱们是送上门的肥肉。那咱们赶紧撤！蠢货，身后肯定也有一队狼在跟着，堵退路，把咱们往口袋里赶。狼神爷，大家不要慌，王建国和民兵甲负责左侧防御。
老烈虎和赵刚负责右侧防御，我来指挥。他娘的，这他妈哪是猎户！10点钟方向，看到那个雪岩没有？给老子打那雪岩，别愣着！打雪岩引发雪崩，能以最小代价杀伤狼群。笑个屁！瞎了你们的眼！那是狼群本能的试探行为，他们在消耗我们的子弹。从现在起，我喊打再打，谁再浪费一颗子弹，我先崩了他！畜生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孙少平，狼王退了，我们应该打扫战场，带伤员回村。回村？你觉得那头畜生是败了，还是暂时撤退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他不死，从明天起，大兴村就是他的食堂，村里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他恢复元气的口粮。你带队清理战场，把所有狼尸拖回去。我天亮前没回来，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跟上，我们去收寨。孙少平拿命给我们拖出来的时间，你们想夹着尾巴溜了？今天谁敢动，老子第一个毙了他！石崖战场已打扫完毕，击毙野狼37头，无一战亡，请指示。整队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哥哥，这大狗狗咬人吗？趴下。少晴，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妈，别怕，它不咬人。以后小白守门，豹子守院，小白狐就陪着兰香。这是我在山里救下的，它们很通人性。成精了，这是。以后小白守门，豹子守院，他就陪着兰香。少平，咱家这是开动物园了还是修仙了？爸，把这个喝了，这是我在山里找到的灵泉水，能治你的腰椎病。玉后，宋平，你爸他怎么了？爸，你快醒醒啊！妈，兰香，别动他，这是在续骨，是好事。爸的骨头在重新长，你们看，黑色的毒素正在从他的毛孔里排出来。我站起来了，我的腰不疼了。少平，爹好了，爹真的好了，谢谢你。孙家那小子回来了，他爹都瘫了，这家迟早得散。就是，整天往山里钻，迟早会遇到危险。少平，叔是来求你帮忙的，救命的大事儿。少平，叔求你护送我进一趟大兴安岭深处，我要去找一个鄂温克老朋友巴图。这山里最近不对劲，那些野兽好像都疯了，而且变得有脑子了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少平，你看这雪，看着瓶底下是个坑，叫雪耗子，野猪刨食留下的。风从北边来，就得从南坡走，气味才不会被吹到山顶的大家伙。瞧见没？棒打狍子瓢腰鱼，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，山神也赏饭吃。快走，推土机来了！平，咱这是能活下来吗？谁说这野猪一定是来吃咱们的？我给他找了位新邻居。祸水东引，你小子竟然真的把那群疯了的野猪引给了更恐怖的玩意儿！少平，这汤山里的野猪肉大补。少平，叔跟你说个老辈儿传下来的事儿，咱这大兴安岭每隔一个甲子，也就是60年，就会有一次山神翻身。山神翻身那一年，这山里的野兽会变得不一样，他们会开灵智，变得比人都精。今天那群懂得何为的野猪，还有那头跟成了精一样的猪王，我怀疑这就是山神翻身的兆头。少平，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走？继续走，去找你的朋友巴图。顺着脚印翻过前面那道岭，就是鄂温克人的地界了。李叔，
那些野猪真有那么聪明，还懂得合围？我打了一辈子猎，头一回见野猪懂阵法，这不是好兆头。得赶紧给鄂温克人报信儿。这畜生一巴掌能拍碎一头野猪的脊梁骨，这爪印比熊掌大一圈，不是普通黑匣子。转过前面那个山坳就到了。鄂温克人跟山林打了几百年交道，不会不知道这事儿。李叔，到了营地你来说话，我先听情况。看那边，鄂温克人的营地就在那片谷地。营地好像不太对劲。这个点儿，按理说应该有人在外头活动。你说的对，太安静了，走快点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巴图族长打猎还没回来，黑熊又伤人了。血止不住，草药用完了。让我看看。这是什么水？这水能活死人肉白骨。山泉水，只不过有点特殊功效。阿古拉站起来了。年轻人，你从哪儿来？这山里的泉水，鄂温彻人喝了300年，也没有这样的功效。我从山下孙家坳来，跟李叔进山找巴图族长报信。山里的野兽不对劲，一路走来见了不寻常的事。你也感觉到了？那熊也是因为这个才疯的。3天前在鬼剑坑山谷那边碰上的，那熊站起来，2人高，一巴掌拍断了碗口粗的松树。这不是野兽的本能，是算计。这畜生知道往哪里打最致命。那畜生还会绕陷阱。上次我们在山谷里下了3处套索，他一个都没踩，一个一个在旁边绕过去。绕过去了？有没有碰倒树枝，或者留下自己的脚印在陷阱旁边？这么一说，还真有。跟人留记号使。他在学习，每一次跟人交手，他都在记我们的战术。一头熊学人的战术。啊，那熊跟别的熊不一样，眼睛里有光，跟人似的。他盯着我看的时候，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打量。他在判断我是不是威胁。李叔这头熊比我想的严重，他已经有了初步的智慧。那怎么办？鄂温克人折了好几个猎人了。等巴图族长回来见了面再说。实在不行，我进山一趟。长贵，你打了一辈子猎，见过这种事儿没有？没有。
60年一轮轮，我爷爷辈传下来的话，今天信了。既然重活一世，我还怕一头熊？这2个是什么人？他用一种会发光的泉水治好了阿格拉。那巨熊3个月前第一次出现在鬼见愁峡谷，开始没当回事儿，后来他开始主动攻击人。上个月，他闯进猎人营地，掀翻了3顶帐篷，抓伤5个人。那熊除了力气大，还有什么反常的？躲陷阱、绕开人类路线之类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那畜生就跟长了脑子似的，我们下的套子，他从旁边绕过去。那畜生最邪门的是不冬眠，大雪封山后，别的熊都进洞了，只有他还在外面游荡。不冬眠，那他在抢在春天到来之前，就积累到超出了普通熊的体量。年轻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猎人不可能带着会发光的泉水，也不可能懂这些。一个想活明白的普通人。至于这泉水是机缘，在山里一处石缝里发现的。求求你救救我阿爸！求求你救救我阿爸！阿爸去追那熊3天了还没回来。你先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和李叔这趟进山本来就是来帮忙的。真的，你真的愿意帮我？明天一早我跟你去找那头熊。李叔说的没错，这不是一头普通的畜生。好，我这条命也可以交给你。我也去，阿爸教过我打猎，我认得鬼剑烹山谷的路。小霞，你是女娃，打猎的事你去不得。阿爹说过，鄂文克的女儿不输给男儿，他能去的路我也能走。他要真有胆量就一起去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到了山里一切听我指挥。谢谢你。先去休息吧，明天天不亮就出发，养足精神。鬼见愁峡谷地形险要，从东面进去有条小路，能直接绕到悬崖。先勘察地形，再定方案。少平兄弟，这次进山凶险异常，我先谢过你了。少平进了峡谷，千万小心那畜生。我在山下等你们，要是3天没出来，我就下山叫人。放心吧，李叔，我这命硬着呢。保佑佑武士平安归来。谢谢大爷。保佑，愿你们平安归来。走，出发。你当过兵，怪不得观察那么仔细。你猜这个脚印是什么时候留下的？边缘还没坍塌，里面落叶只积了薄薄一层，应该是今早踩的。学得挺快，你阿爸教得好，底子不错。这是做什么？肉还能闻出好坏来？
灵泉水对人能救命，对野兽就是最香的味道。他闻了忍不住。你这陷阱布的有讲究，比我们鄂温克人老辈传的还精细。这畜生有了灵智，就喜欢走回头路。把诱饵放这里，天黑前他来检查，我们包他的后路。他会来吗？会来的。灵泉水的味道，他闻了就一定来。老妈，先对付一下，等天亮了动起来就好了。没来，难道是诱饵不够香？他没走这条路线，他绕过了这一片，去峡谷深处了。他往鬼剑兽深处去了，那是他的老巢方向。追不追？进了深处，地形就更险了。追，他回了老巢反而更好。我们设网兜底。进了这道口子，就是那畜生的地盘了。上次进来3个猎人，只回去2个。脚印是新的，今早踩的，他就在这附近。他在划地盘，这畜生把整个峡谷都当成他的窝了。他在宣示主权，整片都是他的，那说明老巢也安在这附近了。那是老巴特的枪，3个月前失踪的猎人。天哪！老巴特是鄂温克最好的猎人之一。3个月前，他说要去鬼剑钮深处看看，就再也没回来。他从外头回来，必经过这里。我们在洞口等他，两边夹击。小夏，你在洞口左侧，猎人们在右侧。小夏，你站远一点，情况明强兵视角。他看到陷阱了，他在观察。他看懂了我的机关。害我！打中了吗？没打中，他躲开了不是靠运气，他算准了我们开枪的时间。他跑了，还会回来吗？会。这片峡谷是他的地盘，他不会放弃。他有伤在肩膀，虽然是擦伤，但流血了。跟着血迹追，一定能找到他的巢穴。往这边走了，血迹还是新鲜的。他受伤后会先回巢穴舔伤口，再考虑反击。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这里也有，树干上有蹭到的血。东边那条岔路通向鬼剑城深处，西边绕山。东边地势更险，他受了伤会往更隐蔽的地方走。过了这道崖，就是巨熊的老巢范围了。过了这道崖之后的空地，地形开阔。如果在那边设伏，三面夹击有把握。我们把他引到悬崖石台那边去，那里三面空空，他跑不掉。
听你的。今天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们亡。就是这里了，血迹一直延伸到洞里。他在里面，在舔伤口。他出来的时候踩中这个套索，就能拖住他几秒钟。好了，我们退到远处等他出来。他会出来吗？会，他闻到了我们的味道，在门口，他会出来确认。来了。拿！不是阿斗，瞄准右侧，给他侧面一枪。花儿，你绕到他东面，用弓箭不用猎枪，箭上沾灵泉水。收到。一定要冲！有效，继续用剑。他那身恢复力被灵泉水破了。这洞不是他挖的，是以前就有的。这是祖辈传下来的。这么说，老萨满说的是真的。这头熊就是那只守护兽，所以这畜生不只是个头大，他是被选中的。少平兄弟，这已经不是猎熊了。不管他是谁怎么来，伤了人就得被除，这是规矩。一个人的现在真没有了。明天最后一波了。3个月前，我带着小霞和他阿妈去采草药，就在鬼剑横碰上了那畜生。小霞他阿妈为了掩护我们，被拖下了悬崖。我欠他阿妈一条命，明天就算拼了老命，我也要杀了那畜生。阿妈不在了，我要替她报仇，所以才去学打猎，才要跟你们来。你阿妈会为你骄傲的。明天我们把巨熊引到这里，悬崖石台。你提前埋伏在左侧岩壁上，你在右侧高台拿弓箭侧引，我从正面把它引上石台。你们听到2声枪响就一起出手。少平兄弟，这次猎熊不管成败，我和整个鄂温克部落都欠你一份大恩。说这些还早，等明天把熊放倒再说。孙大哥，你为什么愿意来帮我们？你又不欠鄂温克人什么？因为我见过太多人受苦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再说，这山里的东西不对头，不只是你的事。你跟我认识的汉人不一样。人跟人其实没有太大区别。
好人坏人，跟生命责任无关。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硬仗。我不困，想再坐会儿。孙大哥，如果我明天没能活着回来，帮我跟我阿爸说声，女儿没给他丢人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也不会让你死。明天你跟紧我，照我说的做。走吧，该做个了断。按昨晚说的，我正面引他到石台左侧的悬崖边。如新，你在岩壁上用枪掩护，你待命，放灵泉水淬过的剑。我信你，我也信你。你藏到左上方那块突出的岩石后面，那里视野最好。这个位置好，来一个崩一个。都就位了，现在等他来。来了。来啊，你不是会算计吗？快了，就差30米。来呀，畜生，看我这儿！好险！没子弹了。那就来硬的！结束了。好了好了，阿爸可以安息了。回去之后先把伤口处理一下，灵泉水还能用几天。孙大哥，回去我给你烤熊肉吃。哈哈哈哈！回去就杀羊生火，今晚鄂温克人给你办个最大的庆功宴。哈哈哈哈！少平，少平，你们回来了。
没事吧？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你们进山的这段时间，营家里也不太平。昨天半夜，又有人被熊袭击了，跟你们打的不是同一头。又有人遇袭了？什么样的熊？情况比较复杂。你们不在的时候，老萨满一个人压不住阵脚，部落里人心惶惶的。看来还没完，先回营地看看再说。不太对劲，走快点！阿古拉，抬回来了！准备后事吧。不，他是最后见到我阿爸的人。山神爷显灵了！熊，好大的熊！巴图大哥把他引去鬼见愁了。我去猎熊，你父亲对我有恩。我跟你去，只有我认识去鬼见愁的路。我给你当牛做马，这条命都是你的，只要你救我阿爸。起来，10分钟。孙少平兄弟，请你留下来，带领我们打猎。你就是我们鄂温克部落永远的王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需要一个绝对服从我命令的向导。田小虾，从明天起你就跟着孙少平兄弟。我会好好跟着孙崇平大哥的。明天天一亮就出发。这边。这是警告，熊的口水，你阿爸让你快逃。血腥味儿。一击毙命，力量至少2吨。阿爸，这里有危险！别怕，跟紧我，慢慢后退。小霞，快走！你是山神爷派来的。确保安全，控制局面。叔，坐稳了。少平，这丫头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叔，别开玩笑了，好好看路。啧啧，这要是带回屯子，老家可就热闹了。这少数民族媳妇儿，这可是头一份儿。这就是你家？哪间屋子是你住的？那儿。我现在好不好看？还行。那就行，走，见公婆去。少平，哎呀妈呀，真是少平！臭小子，一走就是大半个月，还以为你让狼叼走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瘦了，黑了。叔，婶子，过年好啊！少平，这咋回事？出去打个猎，咋还领回个大姑娘？她是田小霞，鄂温克族的。路远，跟我回来认认门。哎呀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！外面冷，别冻坏了。孙少平，你家养老虎？是豹子，那是金子，看家护院的。那是小白狐，陪兰香玩的。看家护院。闺女，快上炕暖和暖和，这一路冻坏了吧？少平，你家这炕真热乎。热乎就多住几天。那我不走了。孙玉厚，你给我出来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儿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把你家房子点了。二弟，你现在日子过得这么红火，500块钱对你来说，不就是9牛1毛吗？大伯，当年我爹瘫痪，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，我去你家借2斤梆子面，你是咋说的？你说你家的粮食喂猪都不给我，怕我还不上。这少平，
那不是以前的事儿吗？困难到过年杀猪吃肉，连口汤都不给我们送；困难到看见我妈去捡烂菜叶子，你们在旁边笑话。现在听说我有钱了，想起是一家人了。这钱是给家里人花的，喂狗也不会给白眼狼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没天理了啊！侄子欺负大伯母了，我不活了！闭嘴！再闹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野女人，还没过门就敢这么横！这是我家养的猫和狗，脾气不太好，最烦别人大呼小叫。我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！脏死了！少平，把他们赶出去吧。大伯，还要钱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！那还不滚！同志，拿那件红色的棉袄看看。那件贵，25块，还要布票。那边有处理的蓝大褂，便宜。怎么，怕我们给不起钱？把那件红色外套还有军绿色呢子大衣都取下来，我妹妹要试穿。好嘞，马上给您拿。这衣服太紧了，勒得慌，拉不开弓。你进城又不用拉弓，挺好，显白，真好看。好看。那就这件，听见没？包起来。什么破东西，根本夹不住。用筷子，在山里你可以用手，在这里得守规矩。这玩意儿太滑了，夹不住。大拇指压住，食指动，夹不住就慢点。哼，土包子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连筷子都不会用，这是哪个山沟里钻出来的野人？你说谁是野人？哟，脾气还挺大。哥哥教教你咋用筷子，或者教教你别的。再废话一句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坐下，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。我们吃饭。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。赶紧吃，吃完了还得去趟新华书店。去书店干啥？我不识字。就是因为不识字才要去。买了词典，回去我教你。以后我们还要读很多书呢。词典有，课本不单卖。词典1块2，课本一套3块5。有票吗？我的妈呀，这些黑蚂蚁比狼群还难对付。不识字就别糟践书了，这词典是给文化人用的，你们买回去也就是垫桌脚。书是卖给想学的人的，你卖的是书，不是优越感。把课本拿出来，全套。拿一支英雄牌钢笔，1瓶瓶墨水，再来2个红皮笔记本。少平，那笔记本是干啥用的？给你写字的。我一个人在山里住了这么多年，都没碰过这玩意儿。你这一来，又让我学筷子，又让我认字儿的，比驯鹿还累。驯鹿能陪你一辈子吗？行吧，为了你那句一辈子，我认了。坐。少平，真学啊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手腕别用死劲儿，要虚，手指要活。看着纸，别看我。
撇捺，这是人，人字好写难做，一撇一捺相互支撑，就像咱俩，你是那一撇，我是那一捺，得互相扶着才能站稳。哎呀，坏了！少平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玩意儿咋这么脆？没事，笔坏了再买，只要人没傻就行。这就对了，看来我的田晓霞不仅是神射手，还是个才女苗子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家的媳妇儿。昨儿我远远瞅见了，那身段别提多惹眼，一身紧身红棉袄，腰细臀翘，要是能亲近一回，少活10年我都甘愿。哎呦，妹子，劲儿挺大呀，这水沉，别把细皮嫩肉的小手给勒坏了。来，哥哥帮你。妹子，山里日子苦啊，不如跟了哥哥，哥哥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滚！啊！一起上，摁住他！小娘皮还敢打人！让开！少平，我手疼吗？下次别用手直接拧，这帮人骨头硬，别硌着手。这种脏活以后喊我，或者放金子。刚才哪只手摸的？没摸，误会啊，少平哥，少平哥啊！断了！我说我没摸到，真的没摸到，他就把我手拧断了。赖子，记住了，今天这手腕断了是你自找的。你要是想要医药费，行，去我家拿。但我家的金子和小白最近正好没吃饱，你敢进那个门，我就敬你是条汉子。不敢了，少平哥爷爷，我错了，我嘴贱，医药费我不要了，您饶了我吧。大家都听好了，田晓霞是我孙少平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她从大兴安岭来，性子直，但她懂一个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关于我媳妇儿的那些风言风语，我不想再听到。谁要是觉得舌头太长没地方放，我不介意帮他修剪修剪。回家。少平，你刚才真威风，比族里最强壮的勇士还威风。这就威风了？那是你没见过我真正发火的样子。那，你以后只对我好，不许对别人这么好。行，这辈子就惯着你这只母老虎。我才不是母老虎，我是你的小媳妇。少平，那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我上去看看。别急，先看清楚是敌是友。要是来者不善呢？那我正好试试，这些日子教的野外生存课，你学会了多少？放心，你教的一个字都没忘。这平静的日子，怕是过不了几天了。出来吧，大冷天的趴在雪窝子里，也不怕冻掉了蛋。车留下，女人留下。至于你，扒了皮袄滚下山去。爷今天心情好，留你一条狗命。路霸，我看是路障。小兔崽子，你该死的说啥？我说你脑子进血了，
大冷天的带着10几个兄弟趴在雪地里，就为了劫一辆破吉普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们在这儿趴了多久？2多小时，咋了？少平，我要见死那个刀疤脸！不用，撞过去！冲！撞死这帮该死的！大哥，这小子疯了，他真要撞啊！我的妈呀！看到没？这就是专业。我这迷香是特制的，3秒让人昏，5秒让人睡，10秒之后雷打不动。三哥，那女的长得可真俊啊！等会儿能不能什么？掌柜的说了，只要那张龙脉图，不要命。里面塞着2个枕头，不好，上当了！吵什么呢？他不是被迷晕了吗？你那迷香不错，就是吹反了方向，全进你自己人嘴里了。老三，你个废物，迷香都能吹反！我的个老天爷啊！鬼手老三，闯了20年江湖，从来没栽过跟头。这年轻人不是猛龙不过江啊！老板娘，这几块腊肉就当是我送给店里的见面礼，等风干了您看着处理就行。早上有什么吃的？小米粥，野猪肉馅的大包子。来2份。哎，好嘞。比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新鲜。你会说话就多说点儿。孙老板，您这墙厚50公分，加双层钢筋网，地基下挖5米，这哪里是盖别墅，分明是修碉堡啊！防坦克都够了。山里不太平，野兽多，不把墙修厚点，晚上睡不着觉。防野猪，这规格防坦克都够了。各位乡亲，今天孙家乔迁，这碗酒敬大家。从今往后，大兴村穷了几代人，不能再穷了。我拿出1万块，成立助学基金，谁家孩子考上初中，学费我掏；考上高中，吃喝拉撒我全包。李叔，盯上我的人多了去了，多一个不嫌多，但我孙少平的钱，每一分都是干干净净挣来的。不怕查。鄂温克族的规矩，狼一生只有1个伴侣。女人把狼牙送给男人，就是认定了，你带上他，就是我的男人。那男人送给女人什么？男人要送一把刀。那不一样。这上面的石头叫钻石，硬度很高，刀砍不坏，火烧不化。狼牙代表你的忠诚，钻戒代表我的承诺。嫁给我。戴上这个会影响我拉弓吗？不会，尺寸我量过，刚刚好。你什么时候量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睡着的时候。你趁我睡着量我手指？不然呢？总不能当着你的面拿尺子量吧？那样就没惊喜了。戴上。我发誓，这辈子我绝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谁敢欺负我，我就射穿他的喉咙。用不着你动手，我替你杀。那你要是欺负我呢？我不会。那我要是欺负别人呢？那就欺负了呗，有我给你兜底。这话我爱听。
族长不是还在吗？我们回额尔古纳，按照鄂文特的规矩办一场，然后再回村里办一场汉人的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孙少平的女人。2场就2场，反正你这辈子也跑不了了。结了婚，我带你去省城，把金爷的势力连根拔起。我带弓，不用弓，用枪，我给你弄一把好枪，比我的弓还好。比弓准，比弓远，一枪下去，300米之外的人脑袋开花。那成，我要。收拾完省城，我们往南走。南边有什么？有海，水一眼望不到边，那边没有雪，冬天也能穿单衣。猎物多吗？南边不打猎，那里会建起很高的楼房，比山还高，不用马拉的车在街上跑，天上飞着铁鸟，能装几百人。铁做的鸟，能飞？能飞。那它吃什么？喝油。喝油的鸟，那拉屎吗？田小霞，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就是孙尚平，长白山那个小子。是我。哼，我还以为有3头6臂，原来就是个20出头的小年轻。你胆子不小啊，敢一个人来我的地盘。九爷，九爷救我！金水，你办事不力，让人摸到老屋里来了，还有脸叫我救你？长白山的东西交出来，你可以活着走出这扇门。九爷，你确定要跟我谈这个？要货还是要命？货你带走，码头你随便进出。不够，3号婆位的使用权我要。那是我的核心，那是我的了。3号塔位以后归你用。九爷，今天的事你做得对。叫人去查这个孙洛霄到底是什么来路。从今天起，广深的天怕是要变了。少平哥，你说九爷真能咽下这口气？咽不下也得咽，他赌不起。30个手下，1颗手榴弹就能全带走，钱和命，他知道哪个重要。我本来以为要打一场的，能不打就不打，打是下策，让他怕你，才是上策。那个九爷指甲缝里有血，他右手虎口有老茧，是个惯用刀的人。他喝茶的时候杯子在抖。嫂子，你这眼睛比狙击镜还毒。幸亏嫂子是自己人。哥，下一步去哪儿？步子迈大点，广深的天该换一换了。换吧，反正不管换谁的天，我都在你身边。就这儿，你说的钢铁巨兽装这种破地方？地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变成什么。小伙子，你要买我的船厂，地皮加建筑加设备，少说200万。200万，算了，少平你来。爷，我签。这老板跑业务的能力比他跑路的速度差远了。
霍爷，孙少陵把东湾那个破船厂买下来了。他买船厂就是要造船，那个快倒闭的破厂子能造什么船？造船就得下水，海上风大浪大，出点意外不奇怪。给我盯死了东湾船厂的动静，已经在安排了，线人、无人机、海面监控，该有的都有了。不够，找几个信得过的，亲自去。归墟外围布置2条线。2条线？他在造的不是一艘船，是一把刀，一把专门对着我来的刀。既然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为什么不提前动手？让他造完，让他看到希望，然后再让他知道，他造的船永远到不了归墟。归墟里有东西。归墟里有一样东西，所有人都想要。哟，你这破厂子下面居然还藏着这么个大家伙！这才是买这个厂子的原因。这个地下船坞是当年陈有福他爹留下的。后生仔，这水线设计，我在英国人的图纸上都没见过。这推进系统布局，你确定这是人能造出来的东西？我说过，船由我来设计，你负责制造。你给我的工期是2个月，你知道正常工期要多久吗？最少1年。材料我解决，能还是不能？干！孙天平，你看看这批钢材，强度不够，别说造船了，造个铁壳渔船都悬。哥，这钢材看起来就是2手的，上面还有锈呢。等着。你这是怎么弄进来的？疼的，不是做梦。哥，你这是什么法术？牛，我有我的路子，你们只管造，材料管够。特种船用可证钢，冷囊工艺，这在国内市场上根本买不到。别问，造得了吗？能。在想什么？在想霍英杰还能活多久？我觉得他不会让你活得那么顺。他没得选。哥，听说你把这破厂子买下来了，从卖盒饭的小青年一下子变船厂老板了。老板，我叫大柱。哥，你造这船到底要干嘛？你是不是在找那个姓霍的茬？那可是霍英杰啊，广深东湾的土皇帝，咱们这点人连给他擦鞋都不够资格。你怕了？我怕个锤子！但我总得知道我跟谁干吧。造好了你就知道了。行，哥你说了算，我就跟着你干。走。那12个人练得怎么样？8个人能在大风浪里站稳了，剩下的4个多练1小时也差不多了。霍英杰的人在外面盯着，我知道。你不担心？我阿爸说过，打猎的时候最危险的不是猎物发现你在跟踪他，是猎物压根儿没发现你在跟踪他。你阿爸是对的。所以啊，知道他在盯着，反而是好事。
怕就怕他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设了局。他肯定已经设了局，那就看谁的局更大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看到第一块钢板下料。龙骨结构、密封层工艺、电路走向、油箱位、驾驶舱布局，连减噪隔板的位置都画得一清二楚。你这绘图水平不是纸上谈兵画出来的。画过几次。行，你不说我也不问了。我这条老命就交在你这艘船上了。龙骨搭起来了，可以。说真的，我还真没焊过这种结构的龙骨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它叫归墟猎者号。归墟猎者，好名字。8000马动机到位了，是货真价实的进口货，性能没问题。之前你还跟我说2个月造好，我还觉得你在吹牛，现在我信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今天不焊到天亮不休息，你别拦我。阿坤哥，东湾材料车拉了2趟钢盖进去，量很大。他在造船，而且不是小船。从钢材厚度来看，至少是中型的。继续听着。盯梢的兄弟，你这车都停这儿3天了，挪都不带挪一下的。阿坤，收网吧。收多紧？把那条线拉紧点儿，让它在水里好好喝一壶。干了一辈子造船，没想过自己还能造出这样的船来。明天下水。我这2天老是想起我爸，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造船的，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造一艘能在远海航行的船。明天你下水。别说了，再说老子真哭了。动了！天哪，好大，好猛，好……对不起，我是想说好壮观。走，上船。老子这辈子没坐过这么稳的船。8000马力，进口货。这船真能开到归墟？开得过去。那我就跟你走到底。哥，你开慢点，我早饭要吐出来了。还行。你是堵墙，墙当然不晕船。
被跟踪了。霍家的人，不只是人在跟踪，水下也有东西。水下的东西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移动规律不是鱼群，像是某种小型水下无人设备。霍英杰有一支私人舰队，水下有人工操作的潜航器。坐稳了。哥，你别吓我！你刚才说坐稳了的时候，声音太平静了，你这语气一般是出大事的前兆啊！船底被刮了！刚才那条水道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测试船体抗撞能力。你管差1毫米就叫测试抗撞性能？有你在船上，我赌得起。阿发那边传来的。广深东湾最大的造船厂的航拍图，码头上并排停着9艘船，一字排开，气势逼人。对，霍英杰把他的私人舰队全部调到了东湾，9艘，最小的那艘都比咱们这艘大一圈。9艘？哥，咱们可是1艘啊，这怎么打？人家有9艘啊，光数量就能把我们撵过去。数量多不代表有用，船再多也是在海面上。你是说，主动权在水下？田姐，你这说的我都紧张了，搞得好像咱们是去偷东西似的。谁说不是吗？归墟猎者号，出发。我们来了。来了。你确定？这图上暗礁区标注水深只有2.2米。所以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勘测。暗礁区有一条天然水道，最深的地方能到2.8米，只有在潮位最高的时候能用。哥，你连这个都算好了？从决定买这个船厂那天就在算。哥，咱们1艘船装1门炮，对面9艘船加起来少说10几门，这1对9，怎么打？不是让你打海战，不打海战，那装炮干嘛？威慑。威慑谁？海鸥吗？雷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打仗就是2排人对轰？那不然呢？你去过真正的猎场吗？猎豹抓羚羊从来不是靠正面冲的，它是等羚羊跑累了，或者找了个最虚弱的下手。我们不是去打海战的，我们去拿东西。9艘船都到位了。是的，霍先生，到位了。布防图您过目。东侧防线是不是有点松？东侧海域开阔，我们的舰船机动巡逻范围大，应该足够。
不够，再调2艘船过去，把东侧给我堵死了。是。他想进去，但他不知道归墟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。主子，你说咱们这一趟能活着回来不？能。你就不能多想几秒再回答，显得你很有诚意。想过了，能。能吗？霍英杰的舰队在东侧集结了9艘船，西侧暗礁区有巡逻艇，正面不好走。所以走老路，暗礁水道。声东击西，破巡逻艇先在东侧制造动静，引开2艘船，我们趁这个窗口穿过去。好。天哪！霍英杰那个该死的，在暗礁水道上放了鱼雷，射程太远，够不着。继续前进。天哪！哥，你还有这招？你每次露这手，我都觉得自己跟了个神仙。拿到了。这上面画的不是海底的路。归墟不是海底，那归墟是什么？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哥，你说他不会在雾里藏了10几门炮对着我们吧？所有人待在船上，我和小霞过去。走。我靠！哥，你还能在水面上走路？有意思。归墟海图给我。你知道归墟是什么吗？你真以为那是海底？那个地图标着归墟的地方，海底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守的是什么？归墟不是海底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给我。跟我来。谢了。我也想知道归墟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。
妈，儿子不孝，让你们担惊受怕了。田晓霞，从鄂温克雪原到长白山地下的鬼城，从广深码头到归墟海底，你跟着我出生入死，替我挡过子弹，受过伤。我孙少平这辈子双手沾满了血，就怕护不住你。欠你的，我想用剩下的每一天来还。嫁给我。孙少平，你真傻。从第一次在额尔瓜河边看你一枪打穿野猪脑袋，我就决定了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。你欠我的，用一辈子来还就够了。哥哥求婚成功啦！把古刀交给女婿，就是把部落的信任和我女儿的命交了出去。爸，您放心，刀在，人在，田晓霞在，鄂温克就在。我的弓箭为你而张，我的生命为你而活。我的刀锋为你开路，我的余生护你周全。少平哥，以后的孩子学打猎还是学做生意？先学认字，该念最好的学校，平平安安的长大。他踢我了，真好。母子平安，7斤6两的大胖小子。是弟弟，我要当姑姑啦！孙爷有后了，大当家有后了。小家伙，欢迎来到这个世界。你爸这辈子斗过兽，闯过深海的遗迹，碎过敌人的山河。但从今天起，你爸最大的本事就是让你妈，让咱们全家人平平安安、富贵无忧的过完这一辈子。